不是，这日子怎么过啊？月底了，生活费早见底了，都比脸还干净，拿什么去害？手机都用了3年了，打个游戏都卡得不行，早就想换新的了。爸妈已经够辛苦了，除了生活费，别的想要的东西还是得自己挣。搞钱，搞钱！时薪100，辅导小学生奥数，在百川大学不算高，可对我来说已经是救命稻草了。很好，很有为人师表的气质。上门可不能迟到。就是小学生奥数吗？我堂堂百川大学高材生，还能被这玩意儿难住啊？开玩笑。既想赚钱，又有点紧张，毕竟是第一次正式做家教。这名字就透着一股我很高贵，你高攀不起的气息。找哪一户？您好，我来做家教。业主姓陈，门牌号是……进去吧。我的天，这阵仗！完美。快请进。阿姨好。房子这么大，装修还这么讲究。在书房呢，这孩子最近在弄奥数，有几道题不太会，正好你来了。老师好。那个，我们开始。这道题我不会。鸡兔同笼，这不简单吗？等等，这是小学奥数。他们学过2元一次方程组了吗？没有吧？那小学生的解法是什么来着？这道题呢有点意思，我们先放一放，看看别了。老师，那这道盈亏问题呢？朋友分一堆苹果，如果每人分5个，则剩下12个。问解法是？又来一个，我的 CPU 要烧了。哎呦，那个依依，老师肚子有点不舒服，先去一下卫生间，马上回来。我好歹也是百川大学的高材生，搜个答案还不是分分钟的事儿。鸡兔同笼小学生解法。丁，检测到宿主正在进行受摄行为，符合绑定条件，是系统正在绑定10%。绑定成功。什么玩意儿？我这是觉醒了，迟到了整整18年的净收益到账了。哈！功能1：受摄加10。在宿主进行授课时，系统会为学生提供临时增益效果，提升其理解力、记忆力、专注度等。功能2：100倍返还。宿主每完成一个知识点的授课，系统将随机触发100倍返还。100倍返还，听起来就很牛。虽然不是钱，但也行。知识就是金钱。鸡兔同笼、假设法、列表法、画图法全都明白了，连怎么讲给小学生听都清清楚楚。卧槽！很好，名师风范了。老师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刚有点不舒服，现在好了。是不是觉得老师刚刚是找借口出去搜题了？
这种小问题还不至于。我们换个思路，用方程解对你来说太早了。我们用一个更有趣的方法。我们假设笼子里全是鸡，一只兔子都没有。你看这个关键点。哦，我明白了。头就应该有35乘以2等于70只脚。对的。很好，那下一步呢？用70减掉4只兔子的脚，等于62。非常好。对。我们实际上有94只脚，这多出来的24只脚是从哪来的？是兔子，我们把兔子当成鸡了。没错。只兔子当成鸡，脚的数量就会少算2只。现在总多少只兔子？4除以2等于12只，35减12等于23只鸡。老师，你好厉害！我之前那个老师讲了3遍，我都没听懂，你讲1遍我就懂了。真的懂了？真的。老师，我想自己再做一道题试试。好。完成首次授课，触发报备返还。恭喜宿主获得经验值课100。真题详解，这简直是雪中送炭。宿主周远，语文 LV.store， 数学 LV.3， 英语 LV.3， 物理 LV.3。能栏展开，循循善诱，被动。授课期间学生理解力临时提升22%，过目不忘，被动。授课期间学生记忆力临时提升15%。原来如此，语文高一点正常，其他学科目前都是大学普通水平。刚才那100点经验直接加到数学上了，从3级升到4级，居然要1万经验值。教一道题才给100点，这路还长着呢。先把数学等级干上去再说。老师，我做出来了。这22%的理解力加成，效果也太强了。很好，我们来看这道盈亏问题。这种盈亏问题其实跟刚才的鸡兔同笼是一个道理，核心都是假设。我们先假设鸡和兔的脚一样，然后根据盈亏差额来调整，这样就很容易找到解了。啊，我懂了。完成授课盈亏问题，触发10倍返还。这个盈亏平衡点就是总成本等于总收入的时候。我们继续看公式代入。那我们来看下一类追及问题。你想想，你和你妈妈同时从家里出发去超市，你妈妈走得快，你走得慢，是不是越拉大锯？叮！完成授课追及问题，触发100倍暴击。这个更简单，你想想。恭喜宿主获得初中多元方程全解。又来，初中知识都来了，这系统也太给力了吧！叮！完成授课年龄问题。这奖励怎么越来越少了？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，你吸收的非常棒，但也要注意劳逸结合。啊，老师，今天就结束了吗？今天学懂的题目，你还是先自己消化吧。周老师辛苦啦，讲了一上午课，饿了吧？阿姨多做了2个菜，留下来一起吃个便饭吧。阿姨，我学校里还有点事儿，就不打扰了。哎呀，这有什么打扰的？就吃顿便饭。不用了，阿姨，我赶时间，下次一定。阿姨，来碗大份的过桥米线，加碗肥盐，脚下给赞。300块，经验1694，离4级还差8306。家人们，给主播点点关注，下节课我们讲解到压轴的圆锥曲线大题。我真把这个给忘了，到时候经验值还不是哗哗的涨。我们这边要求至少有2年以上的教学经验。感谢您的来电，再见。不好意思，同学。同学你好，我们这边确实在招人，你数学怎么样？大一的没教过书，那不行。考虑了你的情况，小学2年级有个空缺。那个老师教高年级的。高年级的暂时真没坑了，要不你先考虑下，我们这待遇不错的。小学2，我再想想吧，谢谢老师。跟哪个妹妹聊天呢？远哥，你来看，漂流瓶上捞到的外国妞，正宗的，金发碧眼，
行啊你，这都能聊上？那必须的，我这蹩脚英语加上翻译软件，走遍天下都不怕。算了，求人不如求己。辅导班不要我，直播就直播，没钱就没钱，先想办法把等级刷上去再说。呼，选择题全对，填空题全对。解答题第一道步骤完美，答案正确。第二道正确。115，高一中我最高也才108分，后来一路往下掉，我基本就在及格线上下晃，70、80分都考过好几次。今天下午整个直播间从头到尾活跃的观众好像就我一个。那直播间居然没人看，万一主播觉得没人气不播了怎么办？明天我记紧要来，还要给主播刷礼物。直播间安利给所有人。都几点了还不去吃饭？高考就剩103天了，你还天天抱着个手机玩，有意思吗？我没完。是啊，怎么了？这怎么可能？你是不是偷偷补课了？我没有，你凭什么怎么来的？我就是努力了，不行吗？一下午的高强度输出真够累的。系统结算奖励。丁，本次学习直播间授课已结束。生潘锦，授课时长3小时。来了，组完成一次有效的高中知识授课，获得以下奖励。他呢？啊！原来如此，教不同年级的学生，奖励差距这么大。系统是在逼我挑战更高难度的教学，而且这次注入的不只是知识。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数学天赋？宿主周远，职业超级授课师，入门。LV3，4583比10000，物理等级0比100 ，LV1，0比100，积分2500。举一反三，教学效果额外提升25%。举一反三。教学效果额外提升25%，举一反三呐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这比什么理解力、记忆力、天赋都离谱。讲的精华，还有这个能力的加成，
有这个能力，别说本来就不算笨的高中生，认真听我讲100天，考个不错的大学都不是梦。高考倒计时103天。帮那些还在苦海里挣扎的高3学生冲一把。这是雪中送炭，对优生这是锦上添花。这一波是3赢，是3赢。还差5000多经验值就能升到 LV4 了。一旦升到 LV4，我一定会迎来真正的蜕变。到时候，别说百川大学，回神了没？啊，哦，数据看傻了，走，吃饭去。等会儿，走，快好了。带饭，老规矩。你就吃这个？干嘛？啊？吃你的吧。那几个崽子给的跑腿费，不吃白不吃。数学系毕业论文代写，包过，一律2000。我马上回来。老板，便宜点呗，1500行不行？我就是个普通课题。真的不能再少了吗？说了2000就2000，一分不少。这个价格不能再低了，你要是指定高难度课题还得加钱，3000到3500不等。百川大学计算机学院大一新生。等论文写好了，你拿爽没问题了，再给我钱。大一，材料系，数学系的毕业论文，你一个材料系的大一新生，这不闹呢？1000。你说多少？1000块。指定课题也是这个价。900。这是底价了。你可以考虑一下，反正付你也没什么损失。行，成交。没什么，我叫李想，计算机系的。你呢？王源，电子系。辉威学弟，不瞒你说，我当年是被调剂到数学系的，对这玩意儿是真不感冒，就花了好几千了。实在是没时间搞这个毕业论文的，这才想着找人帮忙的。等到毕业了才发现，论文全压到头上。我和相关资料发给我。好，我马上发你。1周。1周后我把论文给你。根本用不了1周。
行，太谢谢你了，学弟。钱我立马给你，1分都不少。到时候我联系你。干嘛去了？神神秘秘的，跟人谈恋爱呢？谈了笔生意。你小子还有这门路？卖啥了？不会把自己卖了吧？人太多了。是啊，排队都排了好久。下次早点去吧。好主意。900块能解决我眼下不少问题。远哥，真不说说？说了你也听不懂。哟，瞧不起谁呢？挣钱去了。差5000多经验值。一单只是眼前的饭钱，100日冲刺直播才是未来的天梯。现在要做的是先清掉眼前杂事，再一头扎进更大的局里。凭他那破电脑，开播5分钟先把自己卡死。如果真做成了呢？如果不止1个，而是10个、20个，甚至更多高三生听我的课呢？颜值因此暴涨，数学等级一路飙升呢？这波必须赢麻了！拿900块到手，接下来就能更安心的折腾直播。哦，加上系统灌输的海量知识，这种本科层次的应用型论文，在我眼里已经没什么神秘感。难度瞬间掉了一大截，对现在的我来说就是送分题。矩阵性质、特征值求解、相似对角化、正桥电换、数值算法、工程应用长影，这些知识像数据库一样，随时都能调取。算法设计，直接把脑中成型的方案用标准学术语言完整呈现出来。还是有点慢啊。LV3 足够应付这种本科毕业论文，但还没到真正恐怖的程度。每一次高强度调用知识，写这个估计就跟做小学1年级加减法差不多了。这篇论文不过是升级路上的开胃小菜。牛逼啊！自己现在很强，但强到这种程度，连我自己都还没完全适应。
早上做到现在就没挪过窝，一直在敲键盘，到底干啥呢？去，走，看看去。我操！怎么了？见鬼了？不就是篇论文吗？至于这么夸张？咱们写论文不也……你懂个屁！看桌上，这不可能吧？写这种几十页的数学论文，他连一张草稿纸都没用，怎么不可能？无谓呀！论文能像写小说一样，几乎不改，直接从头敲到尾。他这不是写论文，他像在默写答案。这到底哪个院的大神？已经不是学霸了，这他妈是神仙下凡！菜看着不错，是吧？快找位置坐下吃。阿姨，4个肉包，1碗嘞。啊，阿姨家的包子好吃。系统强化之后，饭量越来越离谱，简直像个无底洞。阿姨，再来2个肉包。正长身体呢，多吃点好。谢谢阿姨。小周啊，谈女朋友了没？没有呢。我外甥女也是咱学校的，外语系，长得可水灵了。要不要阿姨给你介绍介绍？省班吧。不用了，阿姨，真不用，我暂时不考虑这些。什么玩笑？我现在穷的叮当响，连多吃2个包子都心疼，哪有资格谈恋爱？再说，我也确实没那时间。小子长得又高又俊，怎么就不开窍呢？卧槽，年薪30多万，可真把这玩意儿当主业，迟早把自己熬死。而且这终究是旧路，也走不长远。真正能让我起飞的还是讲课。今天还直播吗？等你1晚上了。抱歉，今天写东西写忘了。刚吃完饭，时间太晚了，今天就不播了。毕业了吗？不是，大一。数学题那么厉害，我今天下午照着你的思路重新做卷子，成绩出来了，我数学考了121。这不是积分，不是经验值，也不是系统奖励，这是一个真实的人，因为我讲的课，命运被往上拽了一把。夸我了，真的主播，我从来没这么高过。我的直播间现在根本没几个人，直播其实更像自言自语。可偏偏就是这样一个破直播间，真的改变了一个人。900块是一单灰色生意的价码，1200是一个高3女生因为被我讲明白了数学，主动转来的谢意。是继续把本事藏在角落里偷偷换钱，前途。这是学费，不是打赏。
你可能不知道，你今天真的帮了我特别大一个忙。会打给我，不会是惹了什么麻烦吧？不行，得谨慎处理。周娟问的那些刁钻问题，反而给我提供了不少系统没给过的知识点，我占的便宜更大。论文今天就能写好，你看什么时候方便，我们当面碰一下。绝对包你满意。学长，咱们还是当面交接吧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你也放心，我也放心。哎，你干嘛呢？一惊一乍的。我操，1万了！爸，你手机上那是什么？给谁转账呢？我靠，真是1万啊！马尾女生，你疯了？给谁转那么多钱？天哪，你到底在想什么？是啊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包养了什么人吗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那太吵吗？给一个见都没见过的主播转1万块，这不是包养是什么？你当是做慈善呢？普通的主播，他教了我很多数学知识，比我在任何地方学的都多。看直播学数学，还说那个主播比咱们学校的老师教的都好，花1万块钱拜师呢。挺有用的。对啊，看到了。不是吧？你真信这个？抖快不都是看小姐姐跳舞的，还能学习？你 out 了吧？就是可不多了，傻了，被骗子盯上了。1万块啊，他爸妈1个月工资有没有这么多？这种搞直播的都是有剧本的，专门骗你们这种涉世未深的小姑娘。个补习班呢，至少老师实打实的看得见摸得着。他不是个骗子，他讲的那些解题思路，那些数学模型，你们听都没听过，那又怎样？你们根本不明白，比得过韩老师。大脑是只是网红红跟找溜溜，这多厉害啊！你真是魔怔了，放着金牌讲师不听，去信一个网络乞丐。好，菜市场吗？全班平均分115，没有不及格的。考到了140分以上。现在开始发卷子，念到名字的上来拿。到。但最后一道大题的辅助线做错了，思路还是不够开阔，下去再好好研究一下。寸头男生，125分，退步了啊！选择题错2个不应该，浮躁，下次注意。要42、128、133。128分，成绩稳定，但也有瓶颈。这道题你对函数的复横理解有偏差，导致结果错误。我知道了，老师。下次注意运算顺序，先算内层，再算外层。我会注意的。老师，出去都含万块钱听什么野鸡主播讲课，也不知道这次能考多少分，别不及格那就搞笑了。快念到我到底考了多少分？我相信主播的实力，但万一我考砸了，就真成全班的笑话。高马尾女孩
145分，全班第一。这次进步最大的学生，从上次的98分直接冲到了145分，足足进步了47分。上来拿卷子吧。我我不信，老师，这绝对不可能，他肯定是作弊了。对，肯定是作弊。没错，他肯定作弊了。蓝衬衫老师，我也可以作证。上课根本不认真听讲，看什么主播讲课？一个野路子主播能交出145分，谁信啊？而且我怀疑他提前搞到了答案，不然根本没法解释。第一个站出来用最恶毒的话攻击我的，竟然是他。我没有作弊。你没有？你这145分是怎么来的？别告诉我是那个1万块钱的主播给你施了什么魔法。我要怎么解释？说他讲的题型全都考到了，说我看了1周直播就突然开窍了。说出来，他们只会笑得更厉害。我就是要让你身败名裂，从云端跌到谷底。都给我安静！啊！作弊！你们谁要是能靠作弊做出这道题，我数学课代表的位置就给他当。这道题全班除了高马尾女生，没有一个人做出来，包括考了128分的长发眼镜女生。对，肯定是作弊。没错，他肯定作弊了。那道题我当时直接跳过去了，根本一点思路都没有。在座的各位，很多人都把时间花在质疑和嫉妒上，却不愿意承认别人的努力和天赋。什么叫开窍？这就是马尾女孩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，并且付出了努力，所以她取得了进步。这有什么问题吗？老师说的对，我确实找到了方法。黑框眼镜女也没说错，我确实是在看一个主播的直播课。我花1万块钱买了他的课。这次考试的最后那道数列题，直播里讲过一个几乎一模一样的模型，甚至还拓展了好几种变式。我不仅做出来了，我还能举一反三。周远，举一反三，真的这么神？谁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？说不定就是你运气好，刚好蒙对了。是不是蒙的？很好证明。为了证明我的清白，我申请现在重考一次。你拿一张全新的卷子，我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做，看看我到底能考多少分。这次考试当场重考。疯了！当场重考，万一考砸了，他就彻底完了。好，有魄力。这是我们为了应对突发情况准备的 B 卷，和你们刚刚考的 A 卷难度相当，知识点分布也几乎一致。去吧，去黑板上做，让所有人都看着。我现在就去把这份 B 卷复印出来，人手一份。
让你们也亲身体验一下145分到底是个什么概念。老师，我做完了。不可能，他不可能真做得出来。高马尾女生，本次摸底测试 B 卷，成绩146分，比 A 卷还高了1分。我 B 卷做了2个小时，感觉能有80分就不错了，他居然146。那个叫周远的主播到底是什么来头？快，手机借我搜一下。哇！天啊，他真的做到了！快搜结果出来了，好多报道，他上新闻了。我输了，输得一败涂地。搞定了。是那个听我直播讲数学的高3小姑娘。说了免费教学就不收钱，放心，不。145，满分150，考145，这已经不是学霸了，这是学神。这才跟了我多久？1个月还是1个半月，直接飙到145，这天赋也太吓人了。145，厉害了呀！是你自己本来就聪明。我的教学能引导和拔高，但能冲到这个分数，还是他自己够聪明，也够拼。好多同学，只差1000多点经验，我就能升到 LV4了。之前直播间涨经验慢得像蜗牛爬。145分的活广告砸出去，要是直接带动重点高中的重点班，那经验值不得直接起飞 ？LV4的数学能力会是什么样？一眼看穿题目本质，还是能推演出更高层次的解法？明天晚上7点不见不散，得备课了。真来一大批新学生，常规题目肯定不够用。45分那个小姑娘，普通题已经满足不了她了。想镇住新来的那群人，我得拿出点真正有分量的东西。这些题在我现在 LV3的数学能力面前，已经没有什么秘密了。我要找的不只是难题，得足够新颖，足够巧，最好还带一点超纲的味道。但最后必须还能用高中知识解出来，这才是教学的艺术，也是一个主播该有的自我修养。哎，哥们儿，几点了？10了，6点50，急啥？还有10分钟。
我今天可是把我爸珍藏的蓝牙耳机都给顺来了，就为了听课。真的假的？你可拉倒吧！你是为了听课，你是为了看热闹。来，我倒要看看能把高马尾女生教成146分的大神到底长啥样。就是，昨天老韩念出146分的时候，我整个人都麻了。我那张 B 卷到现在还没憋出80分呢。谁不是呢？我现在就好奇，那个主播到底是何方神圣？他们想看就看吧，今晚我只等那位老师开播。这不只是一堂数学课，这是我真的能改变自己的证明。课不查纪律，坐后排干什么？他不会也是来看直播的吧？第最后一道解析几何，就算是我也要算很久。黑发女生的解法却干净的不像话，白 T 男到底凭什么？几点了？开始了，开始了！晚上好，同学们，我是周远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上干货。基础题，看他怎么讲。解这种题，第一步永远是化简集合，所以结果是1减斜率2。先把 A 集合和 B 集合到底是什么弄得明明白白。合理是一个2次不等式，因式分解以后。看开口和零点，开口向上小于0就取中间那一段，所以 A 集合对应的是1到2之间，明白了吗？再看 B 集合，对数式先看真数，真数必须大于0，然后看底数，底数大于1，函数递增，不等号方向不变，这样一来 B 集合的范围也就出来了。我好像听懂了，我也是，他讲的每一步我都跟上了。妈的，以前黑框老师讲这个，我听得跟天书一样，怎么白 T 老师一讲我就明白了？浪费时间。你说什么呢？周老师讲的多好啊，我们都听懂了。你们学霸听不懂，就别在这逼逼赖赖的影响别人。你一个数学考30多分的，有什么资格说我？这题我闭着眼睛都会做。你讲的有前面讲题的老师清楚吗？自己觉得简单，就不让别人学了，什么毛病？我的学生在我的课堂上为另一个老师讲的好不好吵起来了。基础题拆的确实细，对基础差的学生很友好，但要说顶尖还谈不上。安静！都坐下，吵什么？周老师讲的确实不错，基础抓得很牢。不同水平的同学听课的感受自然不一样。都认真听，做好笔记，不许多话。好了，热身结束，下面我们来看一道硬菜。立体几何又是截面又是距离，如果只是基础题，它不可能把人带到146分。真正的东西应该在这里。看到这种题，第一反应是什么？间隙还是找辅助线？大部分同学的脑子里是不是已经开始疯狂画线，试图构造一个直角三角形了？我们不要被这个几何体的外壳骗了，要看穿它的本质。一个方法叫割补法，
和等离机法的结合运用，还能这样补？这个思路不是常规套路。看，现在是不是清晰多了？截面的距离不要硬算，先转换思路。距离本质上就是高，求高可以直接求，也可以用体积倒推。当底面积能算，体积能拆，那个最难找的高就会自己出现。我刚才画了这么多线，居然全是绕路。这道题真正难的不是计算，而是你能不能把它看成一个被切掉几块的正方体。计算就只是收尾。卧槽，还能这样？这个思路神了！我的天，我懂了，我彻底懂了，原来找辅助线不是乱找，是去补。这比间隙快多了，而且计算量小了不止1倍。看到没？看到没？服不服？我就说白 T 老师吴太强了。这才是我认识的白 T 老师，这就是那种突然看见路的感觉。马尾女孩的146分，不只是结果。我现在亲眼看见了这个结果诞生的过程。如果这种开窍不是个例呢？如果班里其他学生也能被这样点拨，很多老师会教你们用韦达定理，对吧？然后算判别式，搞一大堆分类讨论，最后把自己绕进去。我们换个思路，记住，函数图像是你们最直观的武器。看到没？当这个参数 a 变动的时候，整个图像是在平。那题目要求的所有解，其实就是2个函数图像的交点。问题是不是就简单了？从解方程变成了看图说话。看图说话，这个比喻太准了。我讲的是知识点，是推导，是步骤。他讲的是感觉，是一种数学的直觉。他们听懂了，至少他们觉得自己能听懂，并且想继续听下去。赵主任，您误会了，这不是电影，是数学课。数学课？哪个老师上课需要关灯拉窗帘，搞得跟做贼一样？你别告诉我这是什么新出的沉浸式教学法。不是我们学校的老师，是一个网络主播的公开课。网络主播？你是不是糊涂了？高3了，马上就要高考了，你让学生们宝贵的复习时间去看什么乱七八糟的网络直播？那些人什么水平？有教师资格证吗？懂考纲吗？讲错了东西谁负责？您先别激动，我也是没办法。没办法？您知道那个之前月考数学考了146分的女生吧？她说这个老师讲的特别好，能让她开窍。一开始我也不信，所以今天特意过来看。我看了1节课，这个主播确实有2把刷子。他能把很复杂的题用很简单的方式讲明白，学生们听得进去，所以我们应该支持这样的教学方法。我觉得换个学习方式，刺激一下他们麻木的神经，也许是件好事。我理解你想提高学生成绩的心情，这种直播教学终究不靠谱。下不为例，别因为这些旁门左道耽误了学生们正常的复习节奏。我明白，主任。
就这一回，让他们看完。好了，同学们，今天就到这里。时间不早了，大家早点休息。不行啊，他的直播间礼物功能是关的。卧槽，还有主播不收礼物的，图多少啊？这图啥呀？那你就不懂了吧？辉卫一老师说了，他直播是做知识分享，不是来赚钱的。学生不需要花钱，有这个心就好好学习。牛逼！这格局绝了！周神简直是教育界的清流。大学我一定请老师吃饭，顿顿请。礼物就别刷了，没开。你们还是学生，把钱留着买点好吃的。上大学请我吃饭的，我可记下了啊！欢迎你们来百川大学找我玩，不过说好了，得你们请客。今天之所以10点半就下课，是考虑到有些走读的同学回家太晚不安全。晚安。太过瘾了！我第一次觉得上数学课跟打游戏一样爽。思路简直神了！我之前怎么就没想到？看这个点，平移过来就完美拟合了。所以啊，核心就是这个平移变换。怎么样？过瘾，对吧？对。还想学，对吧？从今天起，调整你们的作息，把你们刚才那股劲头全都给我用在学习上。别管是谁，也别管什么野路子正规军，能让你们提分的就是好法子。给我打起12分的精神，距离高考没多少天了，你们能不能行？给那群高3学生上课，比自己学一天都累。不过，这种被人真正听进去的感觉，确实不一样。暴击，还有这种好事儿？可以升级了！一次直播升1级，这速度也太快了！升级。以前看他像天书，现在竟然能直接看见他怎么连起来。卧槽，10万！就算每次直播都这么顺，也得80多次、90次，太慢了。高中生的知识深度和广度都有限，同样的内容讲1遍有效，讲第2遍经验肯定会掉。对了，就不会再有那种醍醐灌顶的暴击体验。必须换赛道，去教大学生。
问题出在哪儿？讲第一遍能触发暴击，拿到很多经验。第二遍、第三遍效果一定会越来越差。学生们学会了，就不会再有那种突然开窍的感觉，经验值自然就少了。靠给高中生补课刷经验，效率太低，上限也太低，必须换赛道去教大学生。可我自己也只是百川大学的学。那边的直播不能停，那是稳定的经验来源，也是我梦开始的地方。但重心得慢慢转到大学这边。这个系统也许不是只想让我当个名师赚点钱那么简单，目的也许是借我之手，为大夏培养出一批又一批顶尖学霸，用知识去推动整个文明的提升。我操！我操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地震了！明天要考高数2啊！快起来复习，明天考试。考就考呗，你叫混呢？就是背心男，你大惊小怪啥？我还以为你抽到典藏皮肤了呢。及格万岁，多1分浪费，懂不懂？我前面2节课都翘了，老师讲到哪了我都不知道，这怎么考啊？铁定挂科了啊！除了少数学霸，大部分人都在及格线边缘疯狂试探，哪像直播间里那群高3学生，一个个跟打了鸡血似的，恨不得把1分钟掰成2半用。唉，还是咱们大学生活舒服啊！上课就上课，想睡觉就睡觉，没事儿还能打打游戏，看看小姐姐跳舞。可不是嘛，咱们高3那会儿，天天学到后半夜。这破题我都算了3遍了，还是不对。真的轻松吗？或许吧。但从今天起，对我来说，真正的战斗才刚刚开始。今天的随堂测试占总成绩20%。不计入期末卷面，但会影响你们的平时分。我知道有些同学可能准备的不太充分，甚至准备了一些课本以外的东西。我劝这些同学最好打消念头，本课直接0分处理，并且上报教务处，孰轻孰重自己掂量。你不怕了？怕什么？一个随堂测验而已。有数学高数题，看起来跟小学生算术没什么区别。这场考试对我来说只是走个过场。记得，这就是学霸和学渣的区别吗？白题完了，我感觉这卷子每个字我都认识，但连在一起我就不知道是啥意思了。就是比平时作业深一点，还夹了几道竞赛思路。不过也就那样。这些题的解法在我脑子里就像程序自动生成一样。这位同学，你要做什么？老师，我交卷。这才20多分钟。大哥，你名字写完了吗？考试时间2个小时，现在才过去多久？年轻人，不要这么浮躁。就算不会做，也要有端正的态度。坐回去，好好检。不用了，老师，
我检查过了，我确实检查过了，在脑子里，每一步都清清楚楚，不可能出错。得赶紧去找那位学长，之前帮他干毕业论文数据，他说好今天给辛苦费。都看什么看？还有时间装希望！这次的卷子难度很大，想及格就都给我打起精神来。哎，对，对 ，B 对。我靠，兄弟，你真考完了？不是，今天这高数卷子不是那个老变态出的吗？你提前交卷了？写完了就交了。你小子可以啊！论文呢？你真的1周就给我搞定了？这东西关乎我能不能顺利毕业。学长，你自己看吧。就在这看吧，有问题的地方我还能给你讲讲。这么做吗？这个拉普拉斯方程的改进模型是你自己建的？原来的模型处理边缘细节的效果不太好，我优化了一下。优化了一下？你这叫优化了一下？这一块单独拎出来做约束项，还把原来容易发散的地方用变分法重新压了一遍，写的证明。我靠，这思路也太清楚了吧！这里，你这不是在写本科论文，你这是在认真做研究啊！还行吧，还行吧。前的学神，他的初稿我看过，跟你这个比起来，简直就是小学生作文。兄弟，你真是自己写的？不然呢？你老实告诉我，你是不是报错专业了？来我们数学系绝对是降维打击啊！学长，过奖了。要是论文没问题的话，你看那个钱。哦，钱。兄弟别急，还有最后一步。你别误会，我不是信不过你。主要是你一个大一的，能写出这种水平的东西，太他妈离谱了！我得确认一下，你不是从哪篇犄角旮的外文文献里直接翻译过来的？不然到时候查重过不了，咱俩都得完蛋。重复率0.3啊！兄弟，你这是纯手搓的？
这原创度比我脸都干净。这水平，别说本科毕业论文了，稍微改改都能去发核心期刊了。我给你转1100，多出来的200算学长请你喝奶茶。兄弟，说实话，你这篇论文要是拿到代写市场上去，没有3000块根本拿不下来。主要是学长我最近在实习，工资还没发，手头确实有点紧。你放心，等我发了工资。没事，学长，够了。谢了，学长。那我先回去了啊。哎，好好，以后有这种活我还找你。完了完了，BBQ了，这次肯定要挂科了。谁说不是呢？前面的选择填空就跟天书一样，我连蒙都不知道该蒙哪个。等我好不容易搞完，一抬头，距离考试结束就剩半小时了，后面大题一片空白。我感觉我基点要跳水了。这他妈是材料系该考的高数啊！我严重怀疑那个出题老师跟我们有仇。咦，灰梯男，你回来了！卧槽，浅色 T 恤男你怎么交那么快？辅导员开会的时候不是说了吗？这次期中考试的成绩要按30%算进期末总评的。你这要是交白卷，总成绩直接就崩了啊！交白卷？啊？我写完了才交的。20分钟写完那张地狱难度的卷子。咱吹牛能不能先打个草稿？你以为你是爱因斯坦附体啊？远哥，我知道你想安慰我们，但这种安慰方式属实有点过分了。就是，咱们虽然菜，但也不瞎啊。你要说你写了几道选择，蒙了几道填空，我还信。你说写完了，这就有点侮辱今天那张卷子的含金量了。完了，我这次真要记了。别说了，我现在一闭眼都是那个压轴题。高数毁一生。老何，忙着呢。哟，老王，你个大忙人怎么有空来我这小庙了？你不是去给我那帮倒霉学生监考了吗？刚考完，卷子给你送过来，顺便给你打听个学生。打听学生？我这材料学院还能有入得了你法眼的学生？哪个啊？先不说这个。你不好奇你那帮宝贝学生的考试情况？这什么玩意儿？傅里奥变换和拉普拉斯变换结合的题，你放压轴题里了？不止，这也太难了，学生怎么可往场上做出来？这是筛选最优秀的人才。填空题最后一题，我还塞了个柯西积分公式的应用。你是不是有病？我这是材料系，不是你们数学系。你出这种难度的题，存心不想让他们及格是吧？及格率还行。我初步估了一下，大概33%。33%？啊？吉总，1/3的及格率，你管这叫还行？拜托你来帮忙，是让你摸个底，不是让你来搞屠杀的。你看看这成绩，这成绩报上去，我的脸往哪儿搁？
学校领导怎么看我们材料学院？老何，你先别激动。现在是什么时代了？人工智能、大数据、数理模型，你敢说你们材料学的研究以后离得开数学？你现在放水，让他们轻轻松松过关，然后呢？出去以后做最基础、最没技术含量、随时可能被机器替代的活儿，那不是为他们好，那是害他们。我这是在给你筛苗子。真正有潜力的学生不会被这点难度吓倒。至于那些混日子的，早点清醒也不是坏事。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行了行了，算我怕了你了。下次我再请你，我就是狗。看看这个，看什么？还能有满分不成？这不可能！你是不是给他漏题了？这小子是你亲戚？试卷是我今天早上才从印刷室拿回来的，全程密封，考前没有任何人看过。考场2个监控，360度无死角。他坐在前排，连头都没抬过。写完交卷走人。20多分钟。对，20多分钟。老何，你捡到宝了。这个周远是个不折不扣的数学天才，对公式的理解和运用已经完全超出了一个普通补课生该有的范畴。这种苗子放在你们材料系，简直是暴殄天物。让他转系吧，我亲自带他。不行，开什么玩笑！啊，他是我材料学院的学生，凭什么转去你们数学系？别把话说那么死，还有商量的余地，不是吗？我书柜里那瓶珍藏了快20年的老茅台，你还记不记得？今天晚上去我家。酒馆够，菜馆饱，咱们好好聊聊转系的事儿。你做梦！我告诉你，酒我可以喝，学生你想都别想。老何，你先别急着拒绝。这种学生不是你想留就一定留得住的。你们材料系能给他的，我们数学系一样能给。你们给不了的，我们还能给更多。他需要更专业的平台，需要更强的引路人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们不替学生做决定，只是先观察观察，找机会问问他本人的意愿。如果他自己想来，你总不能拦着人家的大好前程吧？如果他不愿意，那这事儿就当我没提。怎么样？这对周远同学没任何坏处，你还能白捞一顿好酒。一边是学院好不容易冒出来的超级学神，一边是我惦记大半年的老茅台。这老王真不是东西。行，不过话说在前面，只是问问，决定权在学生自己手上。那是自然。我们都是老师，怎么可能逼学生呢？最好周远对这边一点兴趣都没有，不然我真是被一瓶酒卖了学院未来。
这群高3的小家伙越来越上道了。照这个进度，高考前把他们整体拉上去，问题不大。15000到10万差得太远，只靠一个班还是太慢了，得想办法多开源。元哥，元哥，救命啊！影响的英文怎么说来着？就那个造成了不好的影响。这个词该怎么理解？看语境，可以是 effect、influence、impact、consequence。这破英语也太麻烦了，还是咱们汉语牛逼，一个词儿意境全出。怎么又跟你那个漂流瓶里捞出来的外国友人聊天呢？聊这么久了，还没摸清对方是男是女？去你的！是女的，声音可甜了。哟，还语音了。可以啊，背信少年，就你这三脚猫口语，不怕把人吓跑？切，少来，我就爱看热闹。我提醒你，网上的事儿可当不得真。视频了没？万一屏幕对面是个抠脚，你懂个屁！我们这叫精神恋爱，灵魂的碰撞。现在正处在最美好的暧昧期，见面了就没那味儿了。嘿嘿嘿嘿嘿嘿嘿。但只靠这个远远不够，我需要更大的舞台，更大的学生群体，还有更响的名气。小姑娘斗志倒是挺足。好好考。物理和化学也够用，但真要给一个班补全科，精力跟不上。周远，周远，老师晚安。台，我现在最缺的就是钱。我跟你说，我们班那群人毕业论文一个字都憋不出来，指导老师都快把他们骂死了。我把你的事迹跟他们一说，好家伙，一个个都跟看见救世主一样，都想请你帮忙代写。怎么样，价格好商量？代写毕业论文，这比做家教来钱快太多了。要是成了，大二一整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就稳了。查重率低于10%就行，别太水。至于价就行，一篇2500，大概10个人找你，10篇就是25000。25000，这不是一串数字，这是我接下来一整年的底气。可以。
终于能喘口气了。LV4数学等级加上系统辅助，写这种本科毕业论文跟吃饭喝水没什么区别。经济压力暂时解除了，但这不是结束，给我腾出了更大的施展空间。园子，你小子干嘛呢？天都没亮，卷王附体了？有点事儿，你接着睡。有事儿？这个点能有啥事儿？当卷王想把咱们都甩在身后吧？赚钱、升级、立名气，这3件事一件都不能落下。开始干活。效率比我预估的还高。紧张就对了，说明你在乎。在普通大学的图书馆门口，有学生正因为我一句话走进考场，边也有人正在围着我的去向打算盘。风好像已经开始往我这边吹了。周老师都这么说了，那我一定能行。仔细答题。文具袋检查好了，笔、尺子、橡皮都有，再看看齐了吗？好了，深呼吸，正常发挥。进去吧，加油！别慌，那些思路我都记得。那些看似天马行空的解题方法，此刻成了他最大的底气。老韩，听说了吗？这次10校联考的数学卷据说是地狱难度，喜欢搞偏门怪题的，可别把孩子们的信心给考崩了。放心吧，尤其是我们6班的学生，我相信他们。
真正的尖子生不怕挑战。最近这几个孩子进步太快了。其实那个高马尾女生像是彻底换了一个人。请考生们注意，有序排队，快速进入考场。第7篇、第8篇、第9篇，他一路势如破竹。系统调取相关知识。随机过程与拉普拉斯变换，这两个原本独立的知识体系，在他的脑海中碰撞、交融，蹦出新的火花。这一次，他不是在赶工写论文，他是在构建一个理论。10篇全部完成了，从昨晚接单到现在还不到24小时，25000块已经稳了。有钱就有底气了，不管是升级系统还是撑住生活，都能从容一些。终于考完了，好累啊！是啊，头都晕了。你最后那道题怎么做的？瞎写的，感觉悬。以前我最烦考试，那时候觉得高考就是一座根本翻不过去的。曾经的他早就替自己安排好了躺平和放弃，可人真的会变。原来努力真的看得到结果。蓝白校服少年可以，我为什么不可以？我想上大学，我想看看山顶的风景到底是什么样。1个月前，他面对这样的题目，只会拼凑名人名言，填满800字就算交叉。可今天，他第一次认真写下了自己的过去，也写下了自己的未来。我想考军校，穿上军装，堂堂正正的活一次。走走走，就等你了，今晚通宵上分。啊？不去？为啥呀？考完试不放松一下，你憋得住？我得回去看看这个。前几天刚讲过的压轴题型，我怕忘了。我靠，你最近是不是这玩意儿？天天抱着这些破纸看？神，不就是个网上主播，搞不好背后都是团队包装的。你别胡说，周老师讲的好不好，我自己清楚。嘿，你还跟我急眼了？咱俩谁跟谁啊？就一场联考而已，至于吗？走吧，走吧，就玩几把，我保证打完就放你回来学习。你来真的？你要是还当我是朋友，就别再叫我打游戏，否则。行，你牛，大学霸，您好好学习吧，我们这种学渣就不打扰你了。不是我不要这段朋友情分，是我必须先和过去的自己断开。他和那个沉迷游戏、虚度光阴的旧自己彻底做了了断。这些题目曾经让他头疼、逃避、畏惧，现在却让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。再难也没关系，我已经开始变了。中用最简洁语言拆开核心的人，这种成长的感觉，比任何一场游戏胜利都更让人心潮澎湃。天台的风应该很舒服。别啊，带我一个！这数学老师把楼之上让我们提前体一下射火的图的。我听说了，这是只联考的前面子，我感觉我脑补这种都写不出来。
我感觉我连100分都选了。葛军出题，我怎么没听说过？这题目出的也太偏了，最后一个大题，别说学生了，我刚才心算了一下，都差点绕进去。情况怎么样？主任不乐观啊，卷子了，90多分的大堆，还有好几个不及格的。安城一中什么时候丢过这种人？115分竟然能当最高分！我操！小王，你鬼叫什么？哇，满分！我这里有张卷子，150分，满分！不可能吧？你没看错，还是加错分了。这种难度的卷子能有满分？这不是勉强作对，这是彻底吃透了。潘锦，高3 6班。这个潘锦是你班上的学生？一张满分试卷，让整个高3数学组的空气，所有人的目光也在这一刻集中到了高3 6班和那个名字上。乱发眼镜青年，我有点印象，这个学生平时的数学成绩怎么样？能考到年级前20吗？这个150分，你确定？他平时成绩还可以，那为什么这次这么低？最近进步比较大。较大？一个能考满分的学生，在你嘴里就一句还可以。我这也是满分，靠！我竟然6班，什么情况？我这张也是班的，还是6班的？如果说一个满分是巧合，那2个、3个，甚至更多，就已经像一场不合常理的神话。都别吵了！你班上到底有多少个满分？我才刚开始改。金丝眼镜男人，别问了，赶紧的，所有老师先把手头别班的卷子放一放。对，先把6班的卷子摘里审出来。所有老师立刻马上把6班的数学卷子全部找出来，现场批改，我要知道准确数字。可这根本不是我的功劳。统计出来了，主任6班一共55分试卷，15个。一个班55个学生，近1/4的人在最难的卷子上拿到了满分。我再问你一遍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你说的没错，这15个满分确实不是我交出来的。不是他教的，那是谁教的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是学生们自己学的。他们最近都在看一个网络直播，一个叫学习直播间的直播。看直播能考满分？那我们这些老师还干什么？我本来还敬你是个老实人，没想到你竟然用荒唐的借口来糊弄我们。你是不是觉得我们所有人的智商都被你按在地上摩擦？我告诉你，就是搞到了什么独家的解题方法，想藏着掖着，好拿今年的优秀教师和年终奖金没满。安城一中的荣誉是集体的，不是你一个人的。你可以质疑我能力，但不能污蔑我的人格。我没有，我说的都是实话，信不信由你们。那个压轴题，我自己研究了半天都没思路，那个主播几句话就讲透了，用的是我根本没见过的辅助线方法。赵主任，你说我撒谎，那你自己说说。大概半个月前晚自习的时候，你是不是来我们6班巡查过？看到了什么？我们班的学生是不是正用多媒体投影，全班一起在看一个直播？问我在搞什么名堂是不是？
你出来一下。你这叫治学不严。不是电影，是学习资料。原来那天看的不是什么电影，难道真的是那个学习直播间？解释到这一步已经够了，错怪黑发眼镜青年了，而且错的离谱。哎，醒醒，我们准备闭馆了，已经10点半了。哦，好的，谢谢阿姨。这是别人拜托他的最后一篇论文，也是最难的一篇，还差一半没有完成。尾款结清了，这次多亏你了，不然我真毕不了业了。多转的钱就当是哥哥请你吃饭了，以后有事随时说话。够给家里先落款。爸，最近学校发了一笔奖学金，加上我做了点兼职，给家里转点钱。远哥，你可算回来了，老何找你。老何？高数院主任，大佬中的大佬，今天下午打了你2个电话，你都没接。哎，挂个电话，或者明天下午直接去他办公室一趟 ，A 座202。不是，我说老周，你这天天神龙见首不见尾吗？老实交代，是不是慢慢恋爱？瞎说。那位院主任找我会是什么事？关于抽象函数的若干问题研究。同学，又是你啊，这么早就来了？阿姨早。哦，有点东西要赶。你们这些孩子真是太拼了。剩下的部分开始变得顺畅。比预想的还快。卧槽，兄弟，你发我的是什么？最终版？对，你先看下有没有问题，没有的话就定稿了。行了行了，能用就行。太能用了，兄弟，不行，我必须请你吃饭。明天晚上，地方你随便挑，天上人间我都给你安排上。明天啊，我可能有点事儿，得看下安排。有事儿？你能有啥事儿？比毕业论文还重要。你别是偷偷脱单要去约会？差不多吧，反正我得看看时间，定了再跟你说。你这学弟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，忙得比我还像大人物。真正要面对的是那个主任。及格，一定要及格。那些解题思路我都用上了，一定有用。这次全市联考的数学成绩出来了，很不理想。全市平均分比上次模考降了将近5分，我们学校几个尖子生也发挥失常，数学成绩下滑得很厉害。什么？全员及格？老师，你再说一遍。没错，全员及格。不仅如此，120分以上的有45个人。卧槽，我们班总共才50多个人啊！17个。17
17个满分，我们是6班啊，不是火箭班啊！天啊，真的吗？我太不可思议了！我们牛逼了！神，周老师是神！成绩单等会儿贴到公告栏，全校排名自己去看。我靠，火箭班的学生这怎么才考第5？哎，卧槽，6班的，第2、第3也都是6班的，系统出错了吧？我真的可以考上大学。哎，晚自习咱不上了，不去了。啥？你再说一遍，我没听清。你没发烧吧？就你那200来分的成绩。学子走走走，今天新皮肤上线，手感爆棚，错过亏死你。你来真的？真的？我劝你也别玩了，跟我一起看直播吧，真的有用。有用？能让你考上清华还是北大啊？这次联考我考了423分。你说多少？423。我总分423。我操！你小子没跟我开玩笑吧？423，就你？骗你干嘛？公告栏上还贴着呢，不信你自己去看。这怎么可能？你小子，你是不是拜了什么考神了？还是考试的时候祖坟冒青烟了？都说了，让你跟我一起看直播学习，你非不信。直播？就那个周老师？一个网络主播能比学校老师还牛，难不成小丑真是我自己？对，就是周老师。我跟你说真的，周老师讲课跟咱们学校老师完全不是一个路子。他能把最难的题讲得明白白白，听完之后，你不仅会做这一道，还能会做一类题，真的巨牛逼！从200多分到423分，这进步幅度简直像坐了火箭。那晚上还开个屁的黑！赶紧滚回去看直播！今天周老师要讲这次联考的卷子，你1分钟都别错过了。行，木哥，以后我就跟你混了。你让我往东，我绝不往西；你让我往东，我绝不往西。赶紧滚蛋！站着茅坑不拉屎，我还要去吃饭呢。好嘞。我要考大学，我一定要考上大学。这老头眼光还挺毒辣。让我从材料系转到数学系，数学要学，化学、生物我全都要。转专业不是一朝一夕的事，先应付着。周路会不会玩？又被单杀了！我靠，这打野是猪吗？万年也去不出来！完了完了，这把又要掉了，我的金币赛啊！远哥回来啦！今天又当人生导师，给高生们灌鸡汤啊！就你话多。滚蛋！我这是知识付费。得了吧，你那点打赏还不够咱们戳一顿的。你这天赋，天天给高收生讲课也太浪费了。不如带带我们啊，我们也要考研啊。就是开个考研辅导班吧，我第一个报名。哈哈，太棒了！我们一起上。等你们交得起学费再说。
同学们晚上好，我们开始今天的直播。今天什么情况？平时也就几十个人，今天怎么跟过年似的，一下子涌进来这么多人？我要讲解一下这次江南实校联考的理综试卷。我们先来看第一题的解题思路。这一题主要考察了大家对电场和 Z 场知识的综合运用。大家把卷子拿出来，我们先看选择题的第10题。这道题考察的是平抛运动和动量守恒的结合，看起来复杂，其实就是一个纸老虎。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把这个复杂的运动过程分解成我们熟悉的部分。就这？我们物理老师也是这么讲的，没什么特别的啊。我还以为多神呢，不会是前排那家伙吹牛吧？好了，我们来看最后一道大题，率很低，很多人可能第一问都做不出来，但其实这道题的考点我们都学过。看到这种题不要慌，我们先来分析他到底想让我们干什么。出题老师设置了这么多障碍，他的目的就是把最核心的模型藏起来。我们来把它一层一层剥开。这都能这么讲？妈的，我感觉我之前10几年的物理都白学了。牛逼！这老师是神仙吧？我听懂了，我居然听懂了这道变态题。妈妈问我为什么跪着看手机。啊！哈哈，真的吗？我算是明白了，他那多出来的100多分到底是怎么来的。这哪里是直播讲过，这简直是在降维打击。老韩，这就是你说的那个能让6班起死回生的直拔尖？对，主任，就是这个。各位老师，请看这份成帮单，我们必须明确问题所在，这样才能真正帮助学生进步。只要这次联考成绩有进步，我就电线承诺，晚习习带他们一起听理综课。您看，今天正好讲的就是这次联考的理综卷子。这帮小子现在为了听 King， 一个个比谁都积极。不是我说你，你这也太儿戏了吧？看着比我们学生大不了几岁，不就是最基础的平抛运动分解吗？这玩意儿哪个物理老师不会讲？是啊，讲的平平无奇，没什么吊点。6班的成绩真是靠这个题上来的。你可别是私底下给学生搞了什么小灶，拿这个直播间出来当挡箭牌吧？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。是什么样的人，大家心里都有数。至于效果，你们继续看下去就知道了。我操，还能这么解？绝了！这个思路真的绝了！我怎么就没想到？妈的，我感觉我之前10几年的物理都白学了，牛逼！听懂了这道变态题。妈妈，我为什么这个课手
无法无天了！万西西时间，吵吵闹闹，成何体统？原来前面那几步都是给最后这一下下铺路，就是这样。这也太狠了，这题还能这么拆？我的天，这老师讲的也太清楚了。原来是这样，原来这题真正卡人的地方在这里。同学们，请看这个解题步骤，我们继续分析下一个问题。对，角度在这里，写下来，别忘了。这怎么可能？这哪里是平平无奇？从明天开始，高三所有班级晚习习统一组织。看这个直播，我们是安城一中，是重点高中，要上上晚习习不写作业不做题，去看一个网络主播的课。这要是传出去，我们学校的脸往哪儿搁？我们这些当老师的脸又往哪儿搁？脸面有高考成绩重要吗？6班的成绩单你们没看到吗？外面学生是什么反应？你们没听到吗？事实就摆在眼前。你们的脸面能让学生多考100多分吗？能让学生把压轴题做出来吗？可是，没什么可是。我当这个年级主任，就只认一件事，那就是成绩，是学生们的前途。谁能让学生提分，谁能让学生考上好大学，谁就是对的。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摆在面前，你们因为所谓的脸面，就要把它推开吗？我再问一遍，有谁反对？就这么定了。老韩，你回头把这个直播间的 ID 发到群里。从明天开始，晚习习时间，各班班操人亲自在教室里监督，组织学生统一观看。有什么突发情况，随时向我汇报。是，主任。还有一件事，这件事我们自己知道就行了，暂时不要对外声张。毕竟，这算是我们的秘密武器。当然，我们安城一中也不是小气的人。如果真有其他学校的老师找上门来问，也别藏着掖着，实话实说就行。我还没小气到那个份上。我不管屏幕后面那个人是谁，是老师也好，是学生也罢，只要他能让我们的学生考上好大学，他就是我们整个安城一中的恩人。今天的2套理综卷子就全部讲完了。最后再提醒一句，基础比较薄弱的同学，千万不要钻牛角尖，也别硬跟直播的节奏，白天多花点时间把
把课本上的基础知识点和公式一个一个啃透了，那比什么都强。欲速则不达，都记住了吗？一开始开直播的确只是为了系统奖励，为了精灵烟积分。可现在看着他们真的学进去，看着他们一点点变好，这种感觉比奖励更让人上头。远哥再见，我去刷题了。今天这套卷子我拿了260，比上次多了20分，感谢远哥。前面的别跑，下次模拟考我必超你。安城6班的兄弟们集合，我们的目标是全员平均分250分以上。我去，楼上卷王出没。这才是我想要的学习范围。有竞争，有目标，还有并肩往前冲的人，真好。行了，都早点休息，养足精神。明天继续干。连讲3个多小时，嗓子都快冒烟了。不过今天直播间人数又破新高，这种感觉真爽。哥，完事儿了。刚下播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有屁就放。那个主播，你这表情跟便秘了3天3夜一样，看着难受。嘿。你能不能教教我英语？你小子发什么癫？你英语4级不是大1就过了吗？600多分还用我教？哎呀，那点应试英语有啥用啊？我那是哑巴英语啊，就会做题，真让我跟人开口说，一个词都蹦不出来。那你突然学口贵干嘛？要出国？我准备去奔现。可以啊，你小子什么时候网恋了？我们怎么都不知道？就前段时间嘛。我想着见面总不能连话都说不明白吧，那也太丢人了。闹了半天是爱情的力量。行啊你！为了爱情奋发图强，我支持你。那你的意思是？行了行了，少来这套。明天下午同渡馆我给你突击一下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！啦啦啦啦啦啦！系统结算今天的奖励。本次直播教学完成情。
完美，奖励结算中。物理经验增加8500，化学经验增加8200，生物经验增加8300，积分增加25000。奖励题库已更新。物理、电极感应综合应用，化学、有机合成与推断，生物遗产与变异大题专项。系统还是这么给力。上次优化之后，结算界面清楚多了，经验积分、题库分得明白白白，看着就舒服。等等。加上之前攒下的经验，这次足够让物理、化学、生物一起升级。系统，打开个人属性面板。宿主信息：当前等级3级，学豁等级如下：数学5级满级，物理3级，经验15500，升级所需1万。化学3级，经验14200，升级所需1万。生物3级，经验14800，升级所需1万。英语2级，经验3500，升级所需5000。语文2级，经验3100，升级所需5000。来了，终于来了。系统，把物理、化学、生物全部给我升级到4级。确认消耗金构理验，开始学科升级。物理3级升至4级，化学3级升至4级，生物3级升至4级。这一次比以前任何一次都更强。电市场，官能团转换，基因的转录与翻译，全都清楚了。学科之间的拔壁正在被打破。我能从力学模型想到古德结构，也能从化学反应看到生命活动里的能量转换。物理4级，化学4级，生物4级。不一样了。只是把每一门学科学到顶尖。那么现在，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这4门理科的巅峰，我已经稳稳站上去了。